城西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请通知事故组迅速赶到现场。Over。 我叫薛灵巧，我已经行走人世间400年，不病不伤，不老不死。这400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自己永生的答案，却没想到有一天会躺在这里，等待死亡。放干血就可以杀了我，好像没那么简单。 对啊，我们来的时候那俩车已经撞了。快过来！你看这烟冒的，快！小芝，快过来！那女的就在那。小芝，你坚持住啊！我现场就看这两个人。来，再确认一遍，当时已经是这个情况。走啊！对啊，马上到医院了。对不起啊，是我来晚了，是我来晚了。来，赶快去封锁现场！快！小芝，坚持住，小心点。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具休眠体的名字叫做 Sleeping Beauty。它被人意外发现的时候呢，它躺在一具棺材里面，沉在了湖底。不过幸运的是，这具棺材的封闭性良好，所以棺材并没有进水。这具休眠体现在才可以重见天日。法医验尸鉴定结果为，它的死亡原因是由于颈部动脉被割断，导致失血过多，初步判断为仇杀。 小时了，这回是不是来真的呀？你坐底下看戏，我都没跟你收钱呢，你管我？没人想管你啊！关键是你这戏来的也太频繁了，受点委屈就到天台上来吹吹风。再唯美的画面，你也要考虑到观众也是有审美疲劳的，好不好？田小姐。 什么喊？你想吓死我呀？不好意思，可能刚才距离太远喊习惯了。田小姐，我想问你一下，你这次是不是来真的呀？如果你要是来真的的话，我就要报警了，因为我是这一片的保安队队长，所以说你要在我这个管片里出事的话，我就会被开除的。我死定了，你等着被开吧。一点小事，一点都不坚强呢，一看就是失恋了。要这么简单就好了。 喂，不是报警说聚众赌博吗？你在搞什么鬼？有情况！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啊，你不走过来，那我走过去了哈。
小叶，这地面有我漂亮吗？你漂亮。小直，我了解你是一个迟钝的家伙，所以现在马上走到我面前。当我问你愿不愿意娶我的时候，点头说 yes， 然后给我戴上戒指，你就可以叫我李太太啦。女方主动求婚被拒绝，要真这么简单就好了啊！小直，前几天我说想换个称呼叫你，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觉得我们更适合做姐弟，像以前那样。你的意思是，我误会了。其实你是要跟我分手。站住！原来连求婚大会都可以变成分手大会，我的人生还真是一出荒诞的黑色幽默。不，我要向你坦白。行了，不要说了，我什么都不想听。这不是你的问题，你听我说完，这和你根本就没有关系，是因为我。开灯！我喜欢的人是谢灵丽。可是我不喜欢你。被表白的那个妹子，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她从高中开始就住在我家，我一直把她当成妹妹一样照顾。结果闺蜜劈腿男朋友，太狗血的戏码了。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还有啊，加上今天这个，她从小到大一共撬了我7个男朋友，而我第7个男朋友今天还被她拒绝了。妹子，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倒霉大赛的话，你是第2，没有人敢说是第1。你上辈子一定是诸葛亮放出借箭那只草船，所以这辈子才会被扎成刺猬。我也仁义一把，跳吧，你随便跳。你是不是认识我妈呀？啊，哪有人250的劝人跳楼的？哎，你干嘛呢？哎，借家那个田小姐，你会后悔的，你不跳了啊！你活着没什么意思，你回家肯定后悔。我要是真跳了，我才后悔死呢。还有2份工钱没领。而且明天报纸上肯定会写宅男女神田径直因为被男人拒婚而跳楼香消玉殒。哼，人活着演了一辈子女2号，死了却突然红了，这又是什么冷笑话？罚单。以今天的倒霉指数来讲，车还在路边，田小姐你就应该偷笑了。对，我们马上就要下高速公路了，大约1小时之后会到研究中心。您放心，我们一定安全送到。这东西真晦气。白乐说话，这东西很邪门的。是谁放干了我的心？我一定要找出这个凶手。开车回家的路上与一辆货车相撞，2名货车司机当场死亡。目前田径之已被送往医院抢救，生死未卜。不少田径之的男粉丝们在医院门口苦苦等候，等待偶像脱离危险的消息。第一新闻为您报道。为什么我能感觉到这个女孩的心跳？妈，
还是要不回来吃饭了。李先生，你放心吧，这件事只要在网络上一发酵，你就等着出名吧。那个男人还可以，我看过他微博，岁数大点儿，好像还挺有钱的。100年，只用了100年，这个世界就把我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好事好事，拍照拍照。等一下，田小姐，粉擦太厚了。还有，做完周3必须得办出院手续了，好好休息。真的好假。睡觉还化个死人妆啊！别装了，都说了让你拿张轩轩代言的那款粉底，我代言的那款粉底，这化妆师都拿来给死人化妆呢。张轩轩代言的粉底，我用了，贵的就是好。你看看，肤色漂亮吧？漂亮。导演一看到你，一定哭着跪下来求你去演女1号。那是，你到底为什么装睡？刚刚护士还让我出院呢。你在这住了1个月还不够啊？你的粉丝在外面守了你1个月了，明明身上连个指甲大的伤口都没有，亲朋好友你都一概不见。难道你是想把这房间当龟壳，打算缩一辈子吗？别说那么难听嘛。虽然我很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但是那2个卡车司机可是都死了。从车祸现场的照片来看，我至少得住3个月以上的院才像话吧。而且他们都误以为我伤情严重，所以才没有翻我被拒婚的旧账呀。而且人气上涨，哎，你说我是不是否极泰来，开始转运了？人家做胎梦啊，都是什么彩云明月入怀，什么麒麟呐，什么凤凰啊，轮到我，呵，好大一艘草船，上面插满了箭，一下子就撞进了我的肚子。生你的时候电闪雷鸣，你还是脐带绕颈生出来的，生出来就没有呼吸，抢救了2分钟才活过来。我告诉你啊，被阎王老爷摸过的小孩天生带衰，你就别指望着转运这件事儿了。哦，好了，这些事情从小到大你都给我讲过8000遍了。为什么心跳的频率是一样的？田小姐，你冷静一下，是做噩梦了吗？有人，我床前有个男人在那。检查一下房间。田小姐，你听，好强的心跳声，扑通，扑通，你没有听到吗？听到了，田小姐，这是你的幻觉，请周3啊务必要去办理出院手续啊。护士长，
你以为我是不愿意出院，所以才跟你恶作剧吗？我小学思想品德课可是全校第3哎。晚安。难道真的是幻觉？现阶段来看，是个容易掌控的倒霉女人。在这个陌生的时代，也许她是唯一可以帮助我的人。李警官，盗走一具休眠体，迅速离开现场的话，现场肯定会留下来车轮印和拖拽的痕迹。但是从车祸发生到接到报案出警，最多也就10分钟，作案人根本来不及打扫现场，这不符合科学。虽然你们事故鉴定是司机疲劳驾驶负全责，但是我认为这场车祸是蓄意盗窃谋杀案，并不是意外。因为那段路是新修建的，摄像头还没有启用，这也增加了我们调查的难度。不过请放心，我们会继续搜集线索。田径池，他还没有出院。小姐，你在干嘛呢？没事儿，我锻炼。没事没事没事，你忙，我接着锻炼啊。墙之隔，可以翻墙的吗？本小姐上学的时候可是飞天小蝙蝠。么么蛋糕我来了。缺德，先下水道盖子。田径之，也真是够了，为了偷吃掉下水道。冷静，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想想以前掉下水道是怎么出去的。又来，现在幻听真是越来越严重了。有没有人呢？来人呐！救命啊！来人呐！到底有没有人呢？没人。没人，你是鬼啊！你是保安叔叔还是医生哥哥呀？都不是。那就是病友啦！你赶紧把我救上去吧！不可能。
能不能快点救我上去？下面真的很臭。我为什么要叫你上来？就算你是吃饱散步路过也好，大家出门在外路见不平一声吼。如果你不愿意救我上去的话，你就去护士站帮我吼一声，不行吗？你把我救上去，你就知道我是谁啦。我在男生当中人气还是不错的，也许你还想要我的签名的。好吧，给钱也行。大哥，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救我出去呢？你回答我几个问题。大哥，你请说。你相信有人会不老不死吗？惨了惨了，原来是精神科住院的病友，到底该怎么回答呢？相信，我相信，你说的我全都无条件相信。大哥，这个回答你满意吗？那你想不老不死吗？ Oh no！ 这又是什么鬼问题？好难回答。看来真是病得不轻啊，还想什么不老不死？你是有唐僧肉吗？不对不对，不是这个答案。精神病人不喜欢开玩笑。我想想，我仔细认真的想一想啊，不老不死，我呢，其实不会想要什么不老不死。看着家人朋友在自己面前一个个的死去，不论得到什么东西，也都会一个个失去，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孤单单的在这个世界上，被别人当作妖怪一样。哎，大哥，你想不老不死吗？闭上眼睛。什么？闭上眼睛，数到5。5、4。谁在偷袭我？您的全身体检报告都在这里，身体好的真是让人嫉妒，就连骨头都好像会 bling bling 闪闪发光一样的。女明星就是会保养。你们怎么能骂人呢？像我这样勤奋的多奇女艺人是肯定有病的，没有病才有问题。就连我们家门口诊所的老爷爷都说我节食减肥会导致我的胃缩成口香糖那么大，皮肤由于缺少脂肪会干瘪成老菜皮。哎，要不这样吧，你帮我做一个激光近视眼手术，我可有500度的近视加散光。田小姐，您1周前就做了视力检测，检测结果为2.0，现在您可以去办理出院手续了吧？要投诉你们眼科，有谁出车祸能把视力都撞好的？我有病，我不出院，我打死都不出院，我绝对不出院。我这个样子不想被记者拍到啊！你放心，我们避开了正门和后门，走的是 VIP 秘密通道侧门。嗨，
好秘密啊！田小姐，恭喜出院，您的状态看起来很好。请问发生车祸的时候有没有哪里受到了伤害？严重吗？我觉得是心脏吧，最近很容易心率过速，经常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田小姐，出车祸那天是你男友拒绝你求婚的日子，你现在还恨他吗？不，我感谢他，我也感谢这次车祸让我知道生命诚可贵。我不会把人生浪费在怨恨上，我会继续努力工作，演出好的作品，报答一直支持我的粉丝们。田小姐，当时报警的大叔说，在车祸现场有个变态粉丝趁你昏迷时强吻了你，对这件事你有什么想说的？什么？为什么没人告诉我？新闻报纸上都有写啊，是你自己不想看的。那有没有报警？那可是我的初吻呐！哼，你交了7个男朋友，还保留着初吻呢。我那叫有原则，好不好？交往满3个月牵手，交往满6个月接吻。如果一个男人连6个月都撑不住的话，我要他干嘛？才不要像你那样未婚先孕，还被外婆赶出门，断绝关系。切！你是哪个年代穿越来的奇葩呀？妹妹做得对，要记住，配种期男人为了达到交配的目的，一定不惜任何代价的。说谎，看吧，这老男人积累了一辈子的经验，我生下来就懂。妹妹，你是不是要去洗柚子水啊？哎呀，这么大的车祸，我连根骨头都没有断，泡什么柚子水？这只能证明阎王老爷不想收你，不能证明你不倒霉。不倒霉你会被拒婚，不倒霉你会出车祸，不倒霉你会被变态强吻。我为什么不失忆？为什么不失忆呀？因为失忆是女1号的标准配备，你是国民女2。小燕来电话了，接不接啊？真是贤王不收，小鬼难缠。我泡柚子水去了。这就对了。研究材料丢失的事，进展怎么样了？我们还在努力地找。李警官调取了那晚全市路口的摄像头，筛查可疑车辆，同时也在筛查有条件储存休眠体的仓库和个人艺术馆。那田径直那边呢？还没有消息，一直拒不见人。作为车祸的唯一幸存者，李警官那边也盯得很紧。都1个月了，你知道这具休眠体对我们的重要性，一定要尽快找到。他们为什么要研究我？还蛮帅。每天都踩着12公分的高跟鞋和穿着味道勒得萎缩的衣服去工作，真是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呀。不如再休息2个月再去赚钱吧，反正赚钱也不差这2个。老田，快报警啊！出大事了，我2张信用卡都被刷爆了。啊，那是我刷的。你的住院费呢？还有你的车，虽然已经报废了，但是车贷每个月还是要缴啊。最倒霉的是，因为你没来得及去办车险，所以呢，半分钱的理赔都拿不到。还有这个月你的房贷也付了，账单就放在那个冰箱上，你自己核对一下吧。我的住院费不是应该那家运输公司赔付的吗？要不然我怎么会在那家那么贵的医院待那么久？你住得那么开心，我怎么舍得告诉你呢？那家运输公司的老板跑掉了，好像是货丢了，他呢倾家荡产
他也赔不起。那你早就知道了，我每天好几万都是花我自己的。是啊，虽然很浪费，不过你花的钱是你自己挣的钱呐。哎，老爸是不是一个很讲道理、很有民主的大人呢？耶！哎，马上就要开饭了，你去哪儿啊？回自己家收拾行头，赚钱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妹妹去年是不是上了女艺人收入排行榜8？私闯民宅，我叫警察了。我就是警察。那你可以告我袭警啊！来之前我已经请了2天假，你随便洗，但最好别打量。哎，小直，对不起，你打我吧，我真的不知道有人在。什么可以消肿啊？什么可以消肿？哎，这个黄瓜可以消肿。李彦之，这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还敢来？去死吧！乖，别闹了，姐姐明天给你买块新电池吃，好不好？你要再敢乱叫的话，即使你价值236.8块，我也会拿黄管敲爆你的头啊，知道吗？想清楚回答我啊！Good boy。
看什么呢？我刚才看见那里有一个仙品级的帅哥，跟我四目相对，然后被你车灯一闪就没了。你这么说，我能不能自动解读为你对我余情未了啊？啊？叶先生前来找3年前劈腿分手的前女友，有何贵干啊？我没有劈腿。你现在劈叉的跟我没有关系。你到底来干嘛呀？要是探病的话，赶紧滚啊！本小姐不负责满足第6任前男友的泛滥同情心。脾气还是那么坏啊，怪不得被人拒婚了。多谢夸奖，不过你叶琛先生这辈子都不可能享受到拒绝本小姐的快感。哎呀，我明儿还有拍摄呢，书不远送啊！哎，田径直，我来找你是有正事儿的。田径直，你听我说，你出车祸那晚跟你相撞的那辆卡车上装的是我们研究中心花重金从私人博物馆那里租起来做研究用的休眠体，但是当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棺材摔得粉碎，休眠体也不见了。这就是私人博物馆给那具休眠体拍的宣传照。他生前竟然还生活在这里，那这回被你们租借回来也算是荣归故里了哈。死亡原因：颈动脉被割断，疑似被仇杀。我听警察说，你受到撞击的时候，直接就晕过去了，但是从车里被甩出来的时候，是直接落在了车窗的碎片上。你仔细回想一下，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不是说卡车司机疲劳驾驶吗？难道休眠体还能自己爬起来跑掉？虽然警方事故鉴定是司机疲劳驾驶所致，但是我们的休眠体丢失了，这很有可能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盗窃案。如果真的是谋杀，那把你害进医院的人，你也很想找到吧？我再欣赏一下。太吓人了！怎么了？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我什么都不记得。田径直，你快离开我去！你怎么了？走！哎，田径直，你走！你再好好想想吧。你丢了东西找警察，不关我的事儿。你要再来的话，我告你骚扰。哎，一定是叶人渣把这脏东西带来的，一定是。冤有头债有主啊！快跟他走，快跟他走！我刚从田径直家里出来，我担心他会有什么危险。李警官，你能给他申请保护吗？他可是车祸的唯一幸存者，除非他自己申请保护，否则我无法申请。不过叶先生，你是不是反应过度啊？女人对待劈腿分手的前男友态度不好很正常，没打断你的鼻子，你已经很走运了。李警官，我私下透露给你一点消息，这具休眠体作为研究材料非常特别。如果有其他研究机构知道了这具休眠体的特殊性，我相信他们会不择手段，想尽办法也会想要得到它。所以，就算我们的前女友田径直小姐什么都不知道，处境也不是那么乐观。别把我跟你相提并论，小直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会去调查清楚的。田小姐，冰咖啡来喽。几点了？离节目开始还有20分钟。你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啊？黑眼圈好重啊！最近每天晚上都会梦到有干尸来敲我的门。你放心，梦都是相反的。那你是说，每天晚上来敲我门的干尸一点都不干？我的意思是，尸体是不会敲门的。但电
电影里不都是那么演的吗？女主角车祸醒来以后，突然发现自己能看见鬼，而且只有女主角自己看得见，然后就被当成疯子送进精神病院了。对，不过田小姐你放心，这种事儿你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你也说了，一般只有主角才能遇上这种事儿，你可是国民女2号呀。说什么？你是国民女2号呀。说啊？谁？说谁？说什么？田径直。大哥，能让我进去看看吗？万一打起来的话也不太好，对不对？不说话我就当同意了。我还以为田径直和赵轩轩不合适闹传言呢，你们之间哪有关系好的呀？两位大哥，服了。田径直，整整1个月不接我电话，也不允许探视，你以为你能永远躲得过去吗？我为什么要躲呀？你这是要制造我们不和的绯闻来博取点击率吗？1线需要靠2线来博取点击率吗？田径直，1个月以前你趁我去国外拍 MV 的时候干了什么好事儿？你敢给我装失忆？满园子的香水玫瑰，你恢复记忆了？我摘都摘了，你打我呀？这儿，往这儿打。那明天的娱乐新闻头条就是1线女明星殴打2线女明星，一样有点击率的。问题是，你浪费了1园子的玫瑰都没有成功啊！我早就警告过你了。你看，你掌纹里连婚姻线都没有，不要想着求婚那种蠢主意，你偏偏不听，这不科学。在我的世界里，小燕拒绝你，这很科学啊。那你给我科学的解释一下，为什么每次都是在血淋淋？这个没有科学解释。我现在只想把自己衣服撕了，然后哭着走着去。这不科学。第一，我对女人不感兴趣；第二，我的未婚夫洪世光可是被称为世界之光的男人。乖，这样炒作是不行的，听姐姐的话，相信科学。等你录完节目，我带你去我师傅那儿。不要。命犯孤星，严重吗？晚期。有那么恐怖吗？师傅，您跟他解释解释。明明是大富大贵的命，却过得飘零坎坷；明明应该桃花开到不败，却孤星入宫，连婚都动不了。老朽活了70多岁，还头一次见到这么倒霉的命数。唉，怎么样，准吧？也不能说那么绝呀。我听人说多做好事儿可以转运的，没觉得我最近运气不错吗？虽然撞了车，
但是人气飙升，而且通告也要增加呀。我们管这个叫回光返照，就像太阳要落山前的夕阳，异常的美丽。那您是说我快落山了是吗？天机不可泄露。不行，必须喽！师傅，您就帮帮他吧。你看他年纪轻轻的，这太阳啊都还没升起来呢，就要落山了，多可怜啊！唉，你呀，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命太硬，你知道吗？你必须得找一比你命还硬的人替你挡煞，这样你倒霉的命数你才能够有转机，你知道吗？要多硬？就拿那脑袋往石头上撞都不会死那种？差不多吧。大师，您命硬吗？你什么意思？田静之，你可别乱来啊！我师傅的八字轻，刚才还泄露了天机，很容易有血光之灾的。没事，没事没事，你慢点。青花瓷没事就行。大师，您流血了。不得汗吧？把我的青花瓷保护好。田小姐，霉运真重。师傅，师傅，师傅！拿脑袋磕石头都不会死的人，你真以为遍地都是钢铁侠呀？上哪儿找这么命硬的人去啊？来，跟我走。今天是这座晚清大宅时隔3个月后重新面向游客开放的第一天，欢迎大家前来参观。来，跟上啊，跟上。来，走走走，跟上后边。这边，我们接下来要参观的呢是这座晚清大宅的书房。这位大宅的主人生前非常喜欢看书，而且有相当的一部分书籍已经被收藏在博物馆里。另外，这位主人还非常喜欢摄影，是一位早期的摄影发烧友。来看过跟我往这边走啊，这边。辛辛苦苦找了你1个月，肯露面了。100年来都没有看过你，生气了？知道吗？我在博物馆躺着被人参观了很久，现在连房子也被人参观。我和你想的一样，我也想知道是谁害我。不用担心，虽然失去了部分记忆，但是已经有线索了。这2个线索人物
都和救活我的女人有关。如果想找到我的仇人，就需要先跟这个女人结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女人太倒霉了。如果她一不小心死掉了，可能我也会死的。喂，你好。房租那么便宜，该不会是骗子吧？喂，你好。什么？要看投不投缘？哎，我投超缘的好不好？喂，你好。我告诉你生辰八字，你长个小人咋办呀？喂，你好。你好，听你的声音是田径之小姐吧？我超喜欢你的。你希望我的生辰八字是什么呢？我可以配合你的哟。看一下这个人八字怎么样？太老了。这个呢？小心被你克死。这个呢？虽见你排第一，他排第二。啊，还有吗？本人已死，烧个给我。啊。叶琛，我听玲玲说你去见了田径直，他真的看起来状况很好吗？如果我没有亲眼见到他的话，也绝对不会相信，活蹦乱跳的，骂起人来还是跟以前一样有气势。蛋炒饭，25。我可以进去吗？不可以。幸好我提前得到消息，这菠萝台策划的整人节目，制片人没有一个有节操的。太歹毒了，竟然使用美人计！他们去哪儿找的这个类型啊？完全就是为了消灭我而设计的吗？哼！不过想要整我呀，你们还差100年呢。海贼王挺好看的。我觉得也挺好看的。我说了不可以进来的。听到了？你是刚才那个人的双胞胎兄弟啊？如果是的话，我可以进来吗？不可以。那我不是。我们家门口那家咖啡还不错，我去给你买一杯啊。如果我真想杀你的话，你觉得你能跑掉吗？倒霉的小姐。你是那具休眠体？这位小姐，虽然是你救了我，但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救你。这对于我们两个
未必是好事。哎呦，我的娘老子，出车祸了！哎，那姑娘还活着吗？还活着，不过马上要死。报警了吗？哎呦，先报警，先报警！哎呀，这么年轻的姑娘要死了，你说家里面人怎么活呀？哎，110吗？哎，对。哎，你个畜生！你放开那姑娘！你现在的心跳已经超过120了，想问什么就问吧。你会飞吗？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可以当我吃了恶魔果实，那就等你当上海贼王了再来找我。那就来不及了。你能帮我吗？我需要一个住的地方。可我们家住了很多人，没地方住的。这里除了你，我不认识任何人。我只是需要一个住的地方。找到我要找的人就走，不会打扰你很久的。作为回报，在借住期间，我会保护你的安全。安全？你的样子看起来真的是够倒霉的。我可不想你莫名其妙的被车撞死，又或者半夜无聊掉进下水道摔死什么的。我是因为你的血才苏醒的，你若出事，说不定我也会有麻烦。好，住在这里可以，没问题，江湖救急嘛。不过现在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坦诚的来谈一谈，深入了解一下彼此内心的真正诉求，还有生活习惯以及基本的背景情况。说人话。你是什么物种？从哪里来？400多年前我是正常人类，后来发生了一些怪事，于是我就变得不老不死。几百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寻找答案。没想到，前些天我找到了一些资料，是关于端粒和端粒酶的。或许我长生的秘密就在其中。人类衰老是一项复杂的研究，跟你说你也不明白。简单的说，我的情况可能是某种基因突变。你相信会有人不老不死吗？哦，惨了惨了，原来是精神科住院的病友。上回把我从下水道里救出来的神经病也是你，对不对？救命啊！我这是召唤出来个什么鬼东西啊？你吃什么呀？我比较喜欢人类正常饮食中的液体。比如说这个，你最喜欢的奶茶。您确定？现代人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我的血把你救活的，那你是不是该喊我妈妈？如果说你没有献过血的话，至少也见过吧？没有知识也得有常识吧？哎，那你刚才还说后来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哎，停！千万不要说，知道的越少越安全。我什么都没听到，我什么都没听到。老板，我查了一下他在医院的医疗记录，全部都是疗养，根本就没有治疗项目。果然呐。另外，这个叫薛灵桥的人，果然如您所料，几天前去黑市做过证件。不过，您是怎么知道他去黑市做的证件？我只是在做一个大胆的推测。一个人想要在现代社会生活下去，就需要一个合理的身份。而这个人很聪明，又很骄傲，一定不会丢弃自己的性命。他居然没有死。薛灵桥除了去图书馆，有没有见过其他的人？没发现他在找人，这是薛灵桥近期翻阅的所有书的书单，还有搜索的上网记录。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干细胞研究所，丢失了10几年的记忆，原来是忘了我了。这一次，我绝不会失手。喂。好，我知道了。老板，刚收到消息，薛灵桥去了田径之家。田径之？你住这一间，平时没有我的允许，不可以去我的房间。好，再给我一台笔记本电脑，最好是苹果的。你在博物馆里面躺了那么久，这才苏醒1个多月，你什么时候学会用电脑的？1个月已经足够我学会现代社会的生存技能了。从旧报纸上得到这100年的发展信息，说不定比你这28年学到的还要多。是，您是不老的妖怪，我当然不能比了。不过，你妈有没有教你不可以随便透露女人年龄啊？第一，我是人类，只是有些特殊。第二，我的母亲大人已经去世了几百年了。说的怪吓人的。对了，你可是研究中心花了大价钱租借回来的休眠体，而你明明是自己苏醒跑了，有2个蠢蛋还以为你是被偷了，在到处找你。你刚才说的那2个蠢货，是你的第6任和第7任，对不对？真是个八婆的妖怪，这都知道。难道我已经红到你们妖怪界啦？我说了，我是人。你这样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掉，真的很不地道哎。哎，叶人渣这次真是损失惨重啊！那还不是因为你的血让我活过来的？你就当是迟来的分手费，是这么说吧？谁的分手费会自己长腿跑到别人家来？你的。自辩。哦，对了，我知道你神出鬼没的，不过不要再像以前一样，突然出现在我的床头，或者突然从路灯下消失，我会被你吓死的。怎么
办？怎么办？对了，在线求助。有了，阳光。但他好像不是怕阳光的那一挂。原来妖怪最怕的是Round 1。现在还在计划当中。谢谢大家，大家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不合胃口吗？我看你吃的比女明星还少。不是，是我最近胃口不太好。看医生了吗？老毛病了，身体虚弱而已嘛。身体不舒服，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们两个的订婚只是战略联姻，又不是真的要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即使约定了每周5出来秀恩爱，可是少一次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能和大美女张萱萱一块吃饭，我想任何男人都不会想要错过吧。油嘴滑舌可不是你的风格。所以啊，我说的是真心话。你刚刚说你新接了一个戏？是啊，本来只是想演一个打酱油的角色，可是发现剧本写的挺有趣的，所以就去试镜了女1号，打败了一票女明星，拿到了这个角色。你知道的，我只是玩票，只接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去年的第一部电影就拿了最佳新人，这样的天赋都只是玩票的话，那也太可惜了吧。没办法，张家只有我这么一个继承人。另外，我向导演推荐了田径直，我们应该会一起出演这部戏。田小姐出院了吗？出院了。哦，忘了告诉你了，她让我替她谢谢你送的花篮。客气了。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啊，正式拜会一下田小姐。下次我们拍戏的时候，你过来探班，正好她也早就想见一下我的未婚夫了。好啊，我的荣幸。
台电脑都装有木马软件，也不知道是哪个学生闲的吃饱没事干。我觉得是黑客干的，你还不知道啊？图书馆的监控系统也被入侵了，说不定是同一个人干的。啊？你是说有一个变态偷窥狂在监视图书馆啊？哎，谁知道呢？赶紧修吧。欢迎您在每周的同一时间收看我们的 More Than Beauty， 我是你最帅的男闺蜜冯热热，哇 ，so hot！ 没错，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是给大家请来了3位非常美丽的女明星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分享她们的美丽故事。请3位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来打个招呼。嗨，大家好。真的是非常有精气神的打招呼的方式呢。有没有想让我们今天现场的节目更加的热烈呢？马上就进入 More Than Beauty 的现场连线环节，疯狂。OK， 接下来呢，就请导播为我们接通今天第1通的幸运观众电话。喂，你好，这里是 More Than Beauty 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冯热热。你好，是我吗？真的是我吗？我要找田宁植，我要找莲花妹。田小姐人气很高啊，不愧是宅男女神啊。田小姐，是我呀。昨天的鸡仔啊！哇，连续2天打进我们的幸运电话，真的是太 lucky 了。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我们的田小姐吗？我想问问你，真的不考虑我吗？以前我求婚的话，我一定不会拒绝你的。而且我爸爸他……那个，喂，信号不太好啊。刚才由于这个信号的原因呢，非常遗憾跟这位幸运观众错失这个联络的机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导播我们接入第2位的幸运听众。喂，你好。家里来了个不明妖怪，做节目又遇到变态，这是要开启倒霉第2春吗？冯东东，你不是说你能听出那些变态观众的声音吗？你怎么还随随便便给我把那些得了失心疯的人给我接进来？对不起，田小姐，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解释。这是因为制作人跟主持人，我的双胞胎哥哥不和，故意让另一个助理导演，也就是制作人的表妹，放进来的。而且，就在刚才，制作人告诉我，以后取消节目互动，用不到2个助理导演，把我辞了。可问题是，我跟我哥也不和啊。哎呀，这失去了一个专业背黑锅的好工作，还真是遗憾呢。田小姐，我还有3天就要交房租了。可惜我又不是你的房东，否则我一定会给你拖延1天的。田小姐，想到洞洞今后就不能端茶倒水10分左右，洞洞的心里真的好难过。田小姐，您上次说您需要个助理，1个月2000，报销30台方便面的事儿，还有效吗？可是上次你也说了，这点钱养狗都不够的。养狗不够，养我足够了，我又没狗吃的多。可是上回您还说了，能受得了我的人，打着东路都找不到的。哦，对了，上回您冯先生还说了，我这么抠的人是招不到助理的。钱小姐人见人爱，找个助理哪还要打灯笼啊？丢根骨头就一堆人都围上来了，汪汪！好吧，既然你这么诚心诚意的想得到这份众人挤破头都得不到的工作，那我考你2个问题，通过了，明天就可以上班了。我跟你妈同时掉进水里，你救谁？当然是救你。
我妈要是掉进水里的话，我爸会救她，因为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就问过我爸这样的问题。当时我爸的回答是，无论我妈跟谁同时掉进水里，我爸都会选择救我妈。所以你放心，我肯定救你。第二个问题，我跟你爸同时掉进水里，你先救谁？你为什么会跟我爸在一起 ？Perfect， 恭喜你，通过了。啊？第一个问题完美的解决了全世界男人谁都逃不过的老套问答。第二个问题，正常的逻辑思维通过现象看本质，我欣赏你。冯助理，欢迎你。好吧，给你一个提问的机会，了解我，问吧。田小姐，你每个月的商业代言、杂志拍摄、录节目还有拍戏，这么多收入，也没多少花在衣服包包上吧？你为什么会整天都没钱啊？作为我助理的特权，我只告诉你，其实我在雇人挖井。挖井啊！嘘。好吧，干正事儿。合同我早就印好了。在这里按手印。看什么看，婆婆妈妈的。像不像个男人啊？